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好，今天我们来学习 HSK 第2集的词汇。那么今天是礼拜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们要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开开心心的生活哦。好。我看到艾云，欢迎，还有谁？OK， 好，艾云Mandarin， 还有这个慧君、裴静、林子、Alexander， 有一些同学我真的不知道你的中文名字所以都不会叫到你，不好意思你可以跟理查老师自我介绍一下。蓝墨、慧君、秀珍、C 同学欢迎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 HSK 第2集的词汇。好，那么今天老师跑了几步老师每天都有跑步，但是呢，我已经很久没有戴手表了但是我都有跑到这个我要求自己的步数但是我很久没有戴手表了因为我蔡文福C 同学叫蔡文福好，还有秀秀OK，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词汇大家有看到我的名字吗？大家有看到我的声音吗？有好 ，Hello 雅玲，欢迎。好，假日、假日、假期、假期。好，这个在台湾会念2声的期所以如果你在台湾生活的话或学习的话，请你念假期，假期。如果你在大陆学习或者是生活的话，请你记得要念假期，假期C 说有给我的脸书发过短信真的吗？我好久没有看脸书的短信了好，文福，好，这个我要把它记起来，把你的名字记起来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词汇。那当然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比较一下假日跟假期的不同。好，那假日一般是强调一天或一日的假，所以如果我说假日，指的可能是星期日、星期六、星期一某一天它只有一天而已， one day holiday， 一天而已。好，所以以后看到假日，它指的可能是某一个星期它可能是星期几星期几。那假期呢，就像英文的 vacation， 它比较长，这个假期是比较长的休假，所以呢，通常是多天多日的假。所以假期一般来讲，像我们如果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们会放寒假、放暑假，通常它是可能1个月或2个月，这个都算是假期好，通常是多天或多日的假，那么你们就了解假日跟假期的不同。像我们这个农历新年快要到了，农历新年当然是假期，因为它放的时间不只是一天，它放好几天，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题目。今天是假日，人超市里特别多的。好，我们看一下一些词汇假日，一天的假期就是假日。好，超市就是超级市场 supermarket， 我们现在都说超市超市。好，你打算怎么度过这个暑假？很好 ，Hello 月莹，欢迎。特别多，特别 especially多就是非常多，就是 a lot many much 好，你们都把答案写出来了。今天是假日，超市里的人特别多，大家都想要趁放假的时候出来买东西所以假日的时候超市里的人特别多。好的，那这个所以呢，假日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出去玩
对不对？哦，或者出去买东西哦。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题。好，我有 LaLaport， 这里是 LaLaport 吗？我不晓得耶，可能是哦。哦，好，我有20天的假期，想去这次 this time 这次我旅游西班牙。好 Spain。好，各位同学，假期当然指的是可能是2天以上的哦。好，可能通常指的是可能3天、4天、1个星期、1个月都可以算是假期。我有20天的假期。如果你有20天的假期，你会想怎么计划呢？你会怎么计划你的假期呢？你怎么安排你的假期呢？有人会出国旅游，对不对？有人会在家里休息，有人可能会回家乡跟家人团聚哦。好，那可能你会有你的计划哦。好，哇，你们答案都写出来了。这次我有20天的假期，这次我想去西班牙旅游。答对了，我有20天的假期，这次我想去西班牙旅游。好，林子说这次我想去西班牙跟 Ben 老师聊天。诶，不错哦，去西班牙的时候，特别你们有去巴塞隆纳的时候啊，你可以去找 Ben 老师哦。休假指的是度假、假日跟假期吗？休假是一个动词哦，是一个动词，所以休假基本上就是 have a holiday or have a vacation。我今天休假 I have a day off today。 所以 Mandarin 休假是一个动词哦，假日跟假期是名词。那度假基本上你一定是去旅游哦，度假你一定是去旅游去玩才叫度假。度假是很轻松的很放松的，那个叫度假。休假表示 you have a day off， 今天你不用上班，你也不用上课啊。好，那各位同学，老师再告诉你们另外一个词汇叫长假。如果你的假期真的很长，我觉得长假至少都是半个月以上哦。中文有一个词汇叫长假，那一般来讲哦，通常是放半个月以上，到甚至1年。如果你可以放长假放1年的话，那当然时间很久很久很久哦。所以如果你有半个月以上的假，我觉得都可以叫做长假。如果你有长假可以放，哇，那很棒耶哦，你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哦，长假。好 ，OK。好，那么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每个月2美元，可以请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会员啊。休假是假日的动词，度假是假期的动词。如果我觉得休假没有特别指的，我觉得休假重点是它的确是动词哦，但是它没有特别告诉我们你要做什么。所以如果你说我今天休假，我只知道你今天不用上班，你也不用上课，但是我不晓得你要做什么。如果你说我要去度假了，那我可能会想到，哇，你可能要出国去玩，放松自己，很轻松。所以休假跟度假的不同在于，度假给我的感觉是你可能会去旅行，你可能会放松自己，去做很多放松自己的事情，而且度假一般来讲时间比较长哦。好 ，OK。那么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假期，不同的假啊。今天老师介绍这些不同的假，因为呢，你可能在工作或上班的时候，要跟老板说，老板，我想要请什么什么假。好，那你要怎么说呢？这里有一个语法点，请大家注意哦。如果你要跟上司、经理或老板或你的主管请假的话，你可以说我要请什么什么假，或者我想请什么什么假。经理，我
想请什么假？那经理可能会问你，你要请事假，为什么？什么事吗？你要请病假，你生病了吗？你可能是打电话请假，你可能是用打电话的方式，你打电话给经理说，经理我发烧了，我想要请病假，所以你也可以说我要请，我想请，我想要请也可以，都可以用，好，那我念一遍，我想要请事假。什么叫事假？就是你可能发生了一些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你要请事假。那比如说你要去银行办一些事情，那你要请事假，或者你可能你的老家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要请事假。老板，我想要请病假，那你可能生病了，你可以打电话给老板或给经理说，我想要请病假，我要请病假，我想请病假，老板可以吗？老板会问你，你怎么啦？生病了吗？你发烧了还是感冒了？好，老板，我想要请婚假，老板一定会先恭喜你，你要结婚了。恭喜你，你要结婚了。好，我想要请婚假，婚假就是结婚的时候可以请的假。好，那我不晓得在其他的国家，在台湾可以请特休假。特休假就是你在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公司会固定给你一些假期。比如说你工作了1年之后，公司会给你1年5天的假期或6天的假期，那这个叫特休假。特休假。好，我念一遍，事假、病假、婚假、特休假。对，林子说的很好，如果不是自己生病的话算事假，自己生病才请病假。如果可能是爸爸妈妈生病了，那你要请的是事假，因为你自己没有生病，你要去照顾父母亲，这是事假。事假，自己生病才会请病假，请你们注意哦。好，那这一题到底是什么假呢？我女儿生病了，我要请事假。哇，你们很聪明耶，答对了。好，那这个因为不是你自己生病，是你的女儿、你的家人生病了，所以你是去照顾她的，所以你要请的是事假，你要请事假，不要请病假，病假是自己生病。好，我要请事假，答对了。好，好，那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好，这个也可以叫年假，特休假也可以叫年假。基本上你在公司工作了满1年之后，公司会给你几天的年假。好，今年公司给我1个月的什么假？今年公司给我1个月的，好，答对了，很聪明，年假。你也可以说特休假，在台湾我们会说特休假，年假，大陆应该叫年假。好，那因为你看到今年，你就知道，如果你在一家公司工作满1年以上，这个公司就会给你特休假或年假。今年公司给我1个月的特休假，答对了。有家人去世叫做什么假？好，这个我等一下来告诉大家。好，你们都答对了这一题了，我们就往下看了。有很多同学问说，那如果我太太生小孩之后，那我要请假呀，我要去陪她呀，或者你是生完孩子的女人，那你身体还很虚弱，所以你也必须请假，你不能够上班，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生完孩子的女性，那你要请的是产假。产假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可以请的假，产假。那如果你是老公，你是 husband， 那你要陪老婆，对不对？老婆去生产了，她要请产假，那老公也要陪着老婆呀，
所以呢，老公要请陪产假，哦，好，所以老婆女性请产假，如果她要生小孩了，老公陪着太太，那他要请陪产假。那刚刚有刚刚有学生说，如果有家人去世了要请假，那是丧假。好，记起来，丧假，你要请丧假，就是家人要去世了，可能是爷爷或奶奶去世了，你不能够上班了，你要回去参加爷爷奶奶的丧礼。谁帮我打一下？丧礼，中文可以讲丧礼或葬礼都可以，就是英文的 funeral。好，所以如果你有亲人去世了，你应该要请的是丧假，去参加他们的丧礼或葬礼。好 ，OK， 听得懂吗？好，这些假其实你们平常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到，所以请你们记起来。我想要请产假，我想要请陪产假，我的老婆快生了，我想要请陪产假。老板，我这几天要生产了，我想要请产假。老板，我奶奶去世了，我要请丧假。好，要记得要这些假要知道怎么说。好，我们来做题目。我老婆快生了，我想请什么？你们答案都写出来了，陪产假。我老婆快生了，那所以我是谁？我是老公，对不对？所以你才会说我老婆快生了，快了 is about to, is going to 什么什么 soon 快表示事情快要发生了，还没有生，快要生了，可能这2天就要生了。我老婆快生了 is about to。 好，我想请陪产假，答对了，非常好。好，那如果是你自己呢？你自己快生了，老板，我这几天会生产所以我想要请产假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题。我爷爷过世了，我想要请什么？这题好简单，对不对？我爷爷过世了，他明天要举办家人明天要举办丧礼，我要请什么假？丧假，答对了。我爷爷过世了，过世就是去世了，过世跟去世，好，去世帮我打一下过世跟去世指的都是死亡，但是是比较礼貌的说法就像英文说 die 死，那如果你说 pass away， 中文也有比较客气礼貌的说法，叫过世或去世所以我爷爷过世了，我爷爷去世了你不能说我爷爷死了，有一点太直接，太没有礼貌了。你可以说我爷爷去世了，我爷爷过世了不要说死了，有一点太直接了，我觉得。我爷爷过世了，明天要举办丧礼，我要请丧假好，快生了就可以了艾云，生产是比较正式的表达，所以你可以说老板，我快生，我明天不是没那么厉害，老板，我快生了，我觉得快生了真的好像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生出来了，所以你可以说我可能这几天要生产了，我这几天要生产了，听起来比较正式一点。我快要生了，感觉是那个医生已经在这个压你的肚子了要生出来了，我快生了，我要生了那种感觉。所以如果你说快生了，我要生了感觉好像你真的可能再过几分钟你孩子就要生出来了所以你可以跟老板说老板，我这几天要生产了，所以我想请产假好，所以要特别注意，如果你说我快生了也可以，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你已经在医院准备1-2个小时，孩子就要生出来了，也有可能好，世事Hello Bryce，
这个词哦，这个雅玲问的很好哦，逝世这个词，我想请你们特别注意一下哦。逝世跟过世还有去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就是逝世是 famous people 有名的人，我们才会用逝世啊，他是一个有名的人，或者是重要的人，在这个国家重要的人。如果只是你的爷爷奶奶或者是亲人，不可以用逝世。逝世呢，有可能是历史上有名的人或者是在你们国家很有名的人好，牺牲就是 sacrifice， 意思就不一样。牺牲一般来讲，就是你会牺牲掉可能是你的时间、你的生命去完成一件事情逝世一般是用在有名的人身上所以不会用在你的亲人身上的所以逝世不要乱用去世跟过世都可以用，但是不要用逝世好，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希望你们了解这几个词汇在中文有一些不同有一些不同好，离世也一般用在比较 poetic 比较书面语离世一般是比较书面语的表达你可以说我的爷爷昨天离世了，哇，听起来是 poetic 比较书面语的，可能你在写东西，一般说话我们不会说离世，当然离世也是去世过世的意思，但是它是很正式很书面语的表达过去了好，我们表示死的说法有很多啦我爷爷走了 My grandpa is gone 我爷爷走了也是死掉的意思，我爷爷走了他过去了，我爷爷他过去了我觉得不一定有人听得懂就是你讲过去了可能是过去某一个地方 maybe went to somewhere else 但是你可以说我爷爷走了，表示他死了，他去世了，可以说走了走了。好，艾云说英国的女王逝世了，可以呀 perfect 非常好走了也是，离开了也可以，我爷爷昨天离开了，好，听起来是 he left the world OK 可以，他过去了我觉得他过去了听得懂，但是我觉得比较不常用比较不常用好，你可以说英国的女王离世了也可以，听起来是很书面语，很棒的表达去世可以啊，去世。弃世是我觉得弃世真的是很少用的一个表达，而且它可能有不同的意思所以秀珍你不用去学弃世这样的一个表达我们很少用，非常少用好，那么听得懂吗？好，如果你对刚刚那些词汇的不同还有任何的疑问，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老师一定会回答你的好，那么各位同学也可以多多的练习今天教过的句子，把它写在评论区里面，有任何问题也要写在评论区里面，老师都会回复你。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明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喜欢听故事的同学明天记得要准时来上课，我们明天见咯，拜拜。